那个时候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想当演员，因为觉得自己不是一个美女，还近视眼儿，表演系没考上，最后导演系给我发了录取通知书。第一次演戏就拿奖，其实《浮生谜事》我是蒙着演的，之所以大家觉得齐溪演得好，是因为娄烨导演好，你怎么样他都接受。导演的即兴让那个小孩在那儿敲门，然后我跟他说，我说宇航，爸爸妈妈有点事儿，马上就好。宇航，马上来。这个都是我当下真实的所有的反应。我也不是一个特别有方法的一个演员，我不是那种说哭就哭的演员，得确实有生理感受之后我才行。我演《万物生长》的时候，我在宿舍门口那场，我就真把韩庚当男朋友了嘛，就你居然就不喜欢我，打了人韩庚好多个耳光，我打的他第二天脸都肿了，都拍不了广告了。我说韩庚啊，我说你什么感觉？他哎呦，这样的女朋友真要不得，要不得，要不得。我是08年演的《恋爱的犀牛》，我还是会非常非常的喜欢明明，但是我现在看待他像看待一个老朋友一样，并不会觉得说他就是我自己。人是可以以二氧化碳为生的，只要有爱情。没什么变化，好吧？大家赶紧休息吧。一直在拍戏，好像也挺久没有上舞台了，突然就收到导演发的一个微信。然后就说我要排茶馆，我需要一个有能量的牛掰的女演员他说你来不来玩？想了20秒之后，我就跟他回，我说我去。打一次胎便增加个2、3岁，镜子是不会骗人的。大概前后一共排了将近2个月。大幕徐徐拉开的时候，我心中想起了冯巩老师在春晚舞台上最爱说的那句话：观众朋友们，我想死你们了。老娘终于回来了。我一直是一个不要命的演员，不怕疼不怕死的，真的是义无反顾的在演戏。他的表演特别的干净，特别利索。说实在，我挺喜欢他的傻笑啊，他的脆弱呀，包括他自己情绪的波动不稳定，我觉得都挺好的。他已经生活在这舞台上了。我通常在好多戏里演的都是那种心里藏了无数的秘密，特别深沉的女性啊，复杂。我最想做的就是从这个人的气质上做一个调整，换血式的。地久天长里边，然后刚刚娄师傅就说，在床上和景春哥聊天的那一段，他就觉得看到了我有不一样的东西，眼睛里闪烁的和散发出来的气质上的不一样。碧云嫂子还好吗？她挺好的，因为他很久没有见到耀军了，其实是初恋嘛。他这次来，他就是想犯个错的，就看上去好像特别稳，坐在那儿，但其实内心里是非常的排山倒海的。你看那边街口那女的没？站街呢，跟我们一样。然后下海里，像丽娜这样的一个人，可能大字儿都不识几个，她就是想让自己的家人过得更好一点嘛。可以在法国了，下海了的一个女人。因为我不把她照着弱智去演的时候，观众是一定能从这个里边看到自己的。你们也不用特别喜爱生活中的气息。我不用社交网络，我从去年就把微博停了。大家都在用的就是某宝，我都不太用。我这个人脑子不太够使。演员其实这个工作其实挺傻的，就是相信那一刻发生的事情，你就会说出角色要说的话。我觉得演员其实就是应该自身稍微虚一点、弱一点，应该藏一点。这样的话，你再去演某一个东西的时候，你的人物才会是最重要的，才会是最有光芒的。你可以我们可以再处近一点那个。就喜欢就是一帮朋友在一起吃饭、看电影，然后聊天、睡懒觉。我特别喜欢过没有不动脑子的那种生活。